毛教授哈，非常高兴啊，您今天能够跟我们这个白云说说节目啊，我们来一起做这么一集非常有趣的话题啊，就是三维这个激光的测试技术。我想问的是，你怎么会想到把三维激光的这个测试技术用在我们隧道这个领域呢？首先感谢我们白教授啊，这个百忙之中到我们这儿来给我们交流这样一个话题啊。这个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啊，实际上是我们这团队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一个方向。从20多年前，我们觉得三维激光技术呢，应该是在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测绘技术的方向。我们团队呢，也一直想致力于把这个技术在我们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那么它的安全运维的检测中做应用。那么从一开始呢，我们把它用在公路的三维测量，保证我们公路的安全。后呢，我们又把它放在我们的铁路上，到后来我们把它用在我们的隧道这个里啊，就是自然而然的，铁路进隧道，你也进隧道了，是吧？对对对，现在的这些交通基础设施的破坏，不仅仅表现在裂缝上，更加的严重是表现在它的三维的变形上。那么三维激光测量技术随着它精度的不断提高，密度的不断增大，以及多传感器融合技术的发展，那么它为隧道的精细小的变形观测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三维激光技术用入我们隧道的像变形、裂缝、渗水，那么它的感知非常有效。那么对您来说，你做这个隧道里面三维激光，你和那个公路相比，或者从桥梁相比，这个隧道里面那个特点，你感觉到是哪些方面？其实上隧道呢，它的结构变形，那么它带来的危害比路面的变形或者是桥梁的一些变形啊，风险更加大。因为隧道一个是它的整体的结构啊是非常这个强度非常高的，那么它的细小的变化啊，可能后面已经产生了较大的这个病害和隐蔽性的病害。所以它的这个变形的监测就要求的精度要求更高。第二个呢，是在隧道里面我们还缺乏像 GPS 或是我们北斗的这样一些信号。对，因为它在下面隧道里面，它在隧道里面它没有这些信号，所以对它的定位的要求就更高。那么对你们这个团队来说哈，在这个三维激光用在隧道里面，你们的核心的技术主要是在哪些方面？我们在隧道里面的核心技术，第一个就是我们精密的这个激光测量技术，这是我们一个核心的传感器。这是第一个精度，对，要达到高精度的毫米甚至亚毫米的这样一些定位的精度。第二个是我们要在隧道里面，而且能够保持高效的作业的条件下，你必须要非常高的测量的频率。在隧道里面，我们无论是高铁的隧道还是地铁的隧道，一天给我们的天窗作业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啊。而且随着现在客流量的增大，这个人民群众对出行的时间要求越来越宽，那么留给我们检修的时间就反过来越来越短。第三个，在这种没有 GNSS， 也就是我们的卫星导航定位信号下，你怎么能够保持长时间的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些定位？为了让这个更快更高效，那么我们运动的测量是必须的，但是一旦进入运动的测量的时候，又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比如说运动中需要，过去我们测量这样一个传感器全站仪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在运动过程中测量，我们一方面要激光扫描，又要惯性测量，又要我们的里程计的定位，又要我们的相机等多个传感器。那么如何把这多个传感器把它集成起来？那么首先要有精确的时间同步啊，这个时间同步我们现在往往要把它做到微秒级。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让这所有的传感器能够协同着工作啊。我激光扫描的时候，我的相机拍照的时刻，我的惯导测量的时刻，要把它在时间和空间上以精密的把它对齐起来，才能完成这样的测量的应用。把你这个在隧道里面监测的和这个在马路上的那个自动驾驶的这种做对比，因为是这样的，自动驾驶往往来说厘米级的精度
甚至分米级的精度已经足够了，够了。对。但是我们要测量我们隧道的变形，特别是裂缝这样东西，我们要看到0.1、0.2毫米的裂缝，我们要能够测出隧道1毫米或者更小的变形。所以我们还是要用专业的设备来感知这样的一些细小的变化。那么我们大家知道，任何一种技术啊，它都有它的不足的地方。您认为，把我们的3维激光技术用在隧道里边哈，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 remote sensing 也好，还是 movable sensing 也好，它和其他的，比如说全站仪也能够做到 remote， 是不是？那么它和其他的那些技术相比，那我们3维激光的不足或者是缺点在哪里？我们3维激光技术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缺点，它的数据量特别大，所以后面的软件开发和自动化的识别，这个要求的这个能力特别强，等于是大数据处理的挑战。你过去我全站仪测的一个点，可能3个坐标，但是我现在激光扫描1秒钟可以测200万个点，那这200万个点的，无论是存储、管理和处理，那么的挑战就非常大。第二个，它的缺点就是贵啊，它的价格目前国外仍然是几十万啊，国内呢虽然我们现在做了国产化以后大幅的降低，但也是在几万块钱，是吧？到几十万块钱。对你的产品将来的话，有什么样的研发上有什么样的一种考虑？未来你怎么样去改进它，走哪一条路？这个未来有几大方面的融合啊。第一个就是说，进一步的提高我们的频率和精度，是吧？像我们现在1个毫米、2个毫米，我们未来能不能把它做到0.几个毫米？是吧？现在我们1秒钟测100万个点，未来我们1秒钟能不能把它提高到200万个？第二个就是我要降更低的成本，把我们的这样的扫描仪由现在的 mobile mapping， 也就是移动中的测量，变成以后定点式的观测，像我们的这个摄像头，现在是2维的摄像头，以后把它变成3维的摄像头，把现场能够实时的传回去，而且能够自动的分析出来。那么第3个方面就是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些方面的应用，就是把我们的数据处理让人工智能来完成它，减少人工的成本，降低人工去干预的成本。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呢，我们还要发展多维的激光雷达传感器。像我们现在激光雷达传感器主要是面向着 XYZ 3维，加上它的目标的反射强度。未来我们还要把温度、把速度啊，也就是我们目标的振动的速度啊，这样的信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分析出我们更多的信息，比如说温度，我可以分析它渗水背后有没有脱空；振动，我们可以用它来；速度可以用来发现这些物体它有没有松动，这可能对我们意义很大。毛教授啊，我其实对这个激光测量啊，我还是外行，所以呢，听了你这个，说实话似懂非懂。有没有可能啊，就是说您对着这个设备啊，能够再跟我对着您研发的设备再跟我讲解一下，行吗？好，没问题。那我们先到现场去看看吧，好不好？毛教授啊，我看到你这里诺嘉一元，这难道是你们汉宁的这个产品的品牌名字还是什么？这个诺嘉一元呢，是我们汉宁公司的一个兄弟公司，它也是我的另外一个专门用入激光雷达研发制造的一个公司，也是您的公司。对，它也是为我们汉宁做这样隧道检测提供核心的激光雷达传感器的。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是轻量化的隧道这个激光视频综合检测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它的整体重量大概不到20公斤，用2个人呢就可以把它抬起来，从地面上放到我们的地铁隧道进行这个激光3维扫描，就是放在轨道上是吧？放在轨道上，然后这个小车呢能够自动化的走行啊，按照3公里到5公里的速度，人的速度自动化的走行。那么在走行的过程中，一方面它进行3维扫描，获得我们隧道的形状，啊，用来判断我们隧道的变形。同时呢，这后面还有一个旋转拍照式的这样的一个相机，那么这个相机呢，通过分时的方法，在转动过程中实现对隧道290度的范围的里面最
创新的一个技术，就是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旋转扫描的相机。那么这个相机呢是镜头转，但相机和所有的电器设备是不转的，只是光学部分的转。那么这是和我们现在全世界做的旋转相机是一个最大的不同，而且它里面使用了我们相方软芯的这样的一种新型的这个相机系统，和我们航天相机是用的相同的原理，所以它可以拍非常清晰的照片，0.1毫米的裂缝也可以被轻易的。所以您这套系统就是说，跟国内的这个其他的我们的同行相比，就是整个这个核心的技术是自己的。我们这里面的激光扫描仪是我们自主可控的，我们这个相机里面的成像的系统是我们公司自己设计、自己这个调试装配起来的啊，不是到市场上去买一个来集成，而是从基础的地方开始设计、开始做起的。那么这台设备呢，主要是用于隧道的高分辨率图像的采集后获取。那么它安装了8台4K 的线阵彩色相机，在我们这个彩色激光器，也就是 RGB 3色激光器的共同的照明下，可以实现对隧道这个290度这个断面上实现120公里速度的情况下的高清的成像。那么它可以分辨出0.2毫米的这样的裂缝。那么同时呢，它还可以拍到隧道的渗水、掉块等等这样的一些病害的信息，同时也可以把我们隧道上面的各种附属物也可以进行高分辨率的成像。那么它主要的特点就是快、精度高，是吧？而且是彩色的。290度就是说底下那部分照不到以外，基本上也差不多都可以了。对，因为下面一部分是轨道，是道床，道床我们还有专门的道窗的拍照设备去补全它，所以它跟隧道它不是同一个部门在管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这个主要是面向于隧道的这样的一个检查。这是深圳2 B 车，这是为深圳地铁研制的一个装备是马上要装在我们深圳的这一个检测车上面的。我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在我们的上海地铁当中也能够出现您的产品。我们也期待着为我们上海、为我们全国的地铁做我们的一些服务。这个设备呢，是我们这几年最新研制的，我们称之为 D800的这样的一套3维激光扫描的，对隧道进行360度扫描的这样一个装备。我们跟北京铁科院一起合作研发的。那么它的突出的特点是，速度比我们前面那个的激光雷达的转速提高了4倍。那个是最高速度200转1秒钟。这个是800转1秒钟，所以那台设备是放在我们低速的速度5公里到15公里，那么这台设备呢就可以满足60到80公里的。所以这个设备主要就是放在我们日常乘客所坐的电客车的前面就是一边作为车子用，一边也就已经把信息都扫下来了。就是说它每一个星期为我们的地铁扫描一次，也可以每天扫描一次。扫描的结果，我们后面有一套数据处理装置，能够分辨出隧道有没有发生变形，有没有渗水，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变形和变化。所以它可以用我们日常的巡查代替我们的监测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所以它的速度是更快。所以这个设备呢，我们目前在跟北京地铁、跟铁科院，我们共同在做一个如何把这样设备这个由过去的定检，把它变成一个日常的巡检的这样的一套设备。其实您这个潜在的这个用户应该是那些隧道运维桥梁运维这些公司，他们要用这些东西。是的，我们最终端的用户就是我们的地铁的业主单位，或者我们铁路的业主单位，或者公路隧道的这些单位都可以用。这个你卖出去多少了？这个设备大概目前已经五台多了吧？那也就是好几个城市都用了，有好几个城市都在用这样的设备。现在还有很多我们都在进行一些测试。那一台设备这个成本、这个价格是多少？你卖出去？这个设备成本应该是在大几百万。大几百万不过如果进口的话，那也千万了。实现这国外没有。也没有对，因为现在全世界最快的可能就200转，但是我们把这个做成了800转，速度提高了4倍，所以而且这个东西你又是使用的寿命可以用多久？时间应该是在8年左右。800万的话，1年100万的成本，但是这1年里面它是可以几乎就是天天在那边工作。对，所以你
这么来算的话，成本不高。像我们这样的一个设备，它应该可以代替好几个人的工作。对。然后它更加的把所有的数据变成了数字化。对，是吧？就是符合我们国家现在要进行这个数字化的运营，是吧？要全数字化的这样一个要求和方向。你就想嘛，比如说这一台东西，我们别的不讲，这成本实际上相当于一个企业养5个人，然后这个远远不止那个5个人的工作量的能力的工作量。所以它总的来说，它不是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而是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对，根据我们目前测算嘛，应该是使它的成本降低了60%以上。然后它的整个运维的效率还提高了好多倍，特别这个设备还要和我们后面的这个设备配合起来，结合起来用啊。它看的是变形，它来看上面有没有就放在一辆车上，放在一起来使用的。非常感谢。我们这样的一个交流，我个人感觉到我自己也受益匪浅啊。我们在座的这个观众呢，我相信也会非常感兴趣对你的内容。感谢白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精彩的这样的一个交流。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要到此结束了。我希望就是说，将来能够看到您更多的成果。